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11章。菩提树小道。罗伯特·奥德利正在奥德利庄园前的宽阔草地上踱步。这时，载着奥德利夫人和艾莉西亚的马车穿过拱门，停在了小塔楼的门口。奥德利先生及时赶到，帮助2位女士下了马车。他侄子在圣彼得堡为他买的那顶精致的蓝色小帽和桑福皮草非常衬他。他见到罗伯特似乎很高兴，微笑着向他伸出戴着精致手套的手。您决定回来了？他笑着问。既然您回来了，我们就把您当成囚犯，我们不会再让您逃走了，是吧，艾莉西亚？艾莉西亚小姐轻蔑地摇了摇头，使她那顶软帽下的卷发晃动起来。我与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人的行为无关，艾莉西亚厉声说道。既然罗伯特·奥德利决定像德国小说里那些被鬼魂追逐的英雄一样行事，我已经放弃理解他了。奥德利先生带着一种困惑的表情看着他的表妹，那表情既好笑又严肃。她是个好姑娘，他想，但是她很烦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她现在比以前更无理了。他一边想着这件事，一边心不在焉地抚摸着胡子。有那么一会儿，他成功地忘记了生活中困扰他的大问题，而专注于这个小问题。她是个令人愉快的年轻女子，他想，大方、美丽、高贵。然而她陷入了一片疑惑和障碍之中。有些事情她不太明白。也许是他的个性发生了变化，一种比乔治·托尔伯伊斯失踪给他带来的变化更深刻的变化。奥德利先生，您能告诉我们过去2天您在哪里吗？米莱迪问道。他和他的妓女站在小塔楼的门口，等着罗伯特让开路，让他们进去。这位年轻的律师在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开始移动，然后突然看着他，在他年轻的美貌中，在他脸上天真和孩子气的表情中，有些东西让他感到良心不安。他越看他，脸色就越苍白。我在约克郡，他回答，在一个海边小镇。我可怜的朋友乔治·托尔伯伊斯在那里度过了他婚姻的初期。听到这些话，米莱迪的脸色明显变白了。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试图让丈夫的侄子让她过去。我得去准备晚饭，她说。奥德利先生，我要参加一个晚宴，请让我进去。奥德利夫人，我必须请您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罗伯特低声回答。我来埃塞克斯就是为了和您谈谈。关于什么？米莱迪问道。他已经从片刻前的小小震惊中恢复过来，用他惯常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脸上，与其说是一个女人的惊讶，不如说是一个孩子的好奇和困惑。奥德利先生，您想和我谈什么？他又问了一遍。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告诉您。罗伯特回答。一边看着站在米莱迪身后一点的表妹，他正注意听着罗伯特和奥德利夫人的谈话。他爱上了我继母孩子般的美貌，艾莉西亚想，这就是他苦恼的原因。他这种人是会爱上自己的姑妈的。艾莉西亚小姐走向草地，背对着罗伯特和米莱迪。那个荒唐的男人一见到他就脸色苍白，他想。所以，他毕竟可能恋爱了。我想他那颗迟钝笨拙，他称之为心脏的东西，每25年才跳动一次，而且似乎只有漂亮的蓝眼睛瓷娃娃才能让他跳动。如果我知道他的理想型在玩具店里，我早就不会注意他了。
可怜的艾莉西亚穿过草地，消失在内院的另一端。那里有一扇通往马厩的哥特式小门。很遗憾地说，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的女儿去找他的狗凯撒和他的丽色母马阿塔兰塔寻求安慰。这位年轻的女士每天都会去看望他们。您愿意和我一起去菩提树小道吗？罗伯特在他表妹离开后提议道，我想在不被打扰或被监视的情况下和您谈谈。我认为那里是最合适的地方。您愿意陪我吗？悉听尊便。米莱迪回答。奥德利先生发现他在发抖，并且左右张望，仿佛想找个办法避开他。您在发抖，奥德利夫人，罗伯特说。是的，我很冷。我宁愿改天再和您谈。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明天谈。我得去准备晚饭。我想见见迈克尔爵士，因为我今天早上10点以后就没见过他了。求您明天再谈吧。他的语气很可怜。天知道罗伯特有多难受。天知道当他看着奥德利夫人年轻的脸，想着他必须完成的任务时，他看到了多么可怕的景象。奥德利夫人，我必须和您谈谈。罗伯特坚持说，如果我很残忍，那是因为您把我变成了一个残忍的人。如果您愿意，您本可以避免这次痛苦的经历，也可以避免和我对峙。我明确地警告过您。但是您决定挑战我。如果我不考虑您，那完全是您自己愚蠢造成的。跟我来，我坚持必须和您谈谈。罗伯特冷淡而坚决的语气压制了米莱迪的反对。他温顺地跟着他走到通往房子后面宽阔花园的小铁门。花园里有一座小巧质朴的木桥，横跨池塘，通向菩提树大道。冬日的黄昏快到了，光秃秃的树枝交织在一起，在孤寂的小径上形成一道拱门，与柔和灰色的黄昏天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微弱的光线下，菩提树小道看起来像一个修道院的回廊。您为什么要带我到这个可怕的地方来吓唬我？米莱迪粗鲁地喊道。您应该知道我有多紧张。您很紧张，米莱迪。是的，非常紧张。我花了很多钱在可怜的道森先生身上。他不停地给我送樟脑、安盐、薰衣草和各种难闻的混合物，但他治不好我。您还记得麦克白对他的医生说的话吗？奥德利夫人。罗伯特严肃地问。道森先生可能比苏格兰的庸医聪明得多，但我怀疑，即使是他也无法医治生病的头脑。谁说我头脑生病了？奥德利夫人问道。我说的。米莱迪，罗伯特回答。您告诉我您很紧张，医生给您的所有药物都收效甚微，也许最好还是把它们扔给狗。请让我来做那个为您根除疾病的医生。奥德利夫人，上帝知道，我希望仁慈，并且只要不伤害他人，我就会考虑到您。但是正义必须第一。您想知道为什么您在这所房子里感到紧张吗，米莱迪？求您告诉我，他笑着回答。因为对您来说，这所房子里有鬼。有鬼？是的。乔治·托尔博伊斯的鬼。罗伯特·奥德利听到米莱迪呼吸急促起来，他觉得他能听到他心脏剧烈的跳动声。他走在他身边，不时地颤抖，紧紧地裹着皮大衣。您是什么意思？他停顿片刻后，突然问道。您为什么要用那个乔治·托尔博伊斯来折磨我？他显然是您过去几个月行为古怪的原因。奥德利先生，您是不是疯了？把我当成您偏执狂的牺牲品？乔治·托尔博伊斯和我有什么关系？您要用他来折磨我？对他来说，
您是个陌生人，不是吗，米莱迪？当然，奥德利夫人回答，还能是什么？米莱迪，您想让我从我的角度给您讲讲我朋友失踪的故事吗？罗伯特问道。不，奥德利夫人喊道，我不想知道任何关于您朋友的事。如果他死了，我很抱歉。如果他还活着，我既不想见他，也不想听到他的消息。奥德利先生，我求您让我回去见我的丈夫，除非您想把我关在这个阴暗的地方，直到我冻死。奥德利夫人，我只想留住您，直到您听完我要说的话。罗伯特坚决地回答，我不会留您太久。听完我的话，您可以自己选择未来的道路。好吧，但是求您快点说。米莱迪回答，我保证我会认真听您说话。我朋友乔治·托尔伯伊斯回到英国的时候，罗伯特严肃地开始说，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找到他的妻子。他抛弃了的人，米莱迪赶紧说。至少，他随即补充道，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论他朋友的故事时，他说过类似的话。罗伯特·奥德利没有理会他的打断。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找到他的妻子。他重复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让他快乐，和他一起分享他在澳大利亚金矿用自己强壮的臂膀挣来的财富。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到英国几个小时，我亲眼目睹了他内心的喜悦和骄傲，以及他想和妻子重逢的强烈愿望。我也亲眼目睹了那个沉重打击，他内心的打击，那个把他变成了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人的打击。造成这个残酷变化的打击，是他在《泰晤士报》上看到的他妻子的讣告。我认为那篇讣告是一个卑鄙而痛苦的谎言。真的吗？米莱迪说。为什么有人会宣布托尔伯伊斯夫人死了？如果她还活着的话。也许托尔伯伊斯夫人自己有理由，罗伯特平静地回答。什么理由？如果乔治不在的时候，她设法博得了一个更有钱的丈夫的欢心呢？如果她决定再婚，并利用那份虚假的讣告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奥德利夫人耸了耸肩。奥德利先生，您的猜测简直荒谬绝伦。他说，虽然我想您是有一定根据的。我仔细查阅了切尔姆斯福德和科尔切斯特出版的所有报纸的副本。罗伯特继续说，没有理会米莱迪的评论。在科尔切斯特的一份报纸上，我在其他报纸转载的各种文章中，发现了一小段日期为1857年7月2日的报道，宣布一位名叫乔治·托尔伯伊斯的英国绅士，带着价值2万英镑的金块和金粉从悉尼的金矿回来了，并且在意识到自己的财富后，乘坐快速帆船白眼巨人号前往利物浦。当然，这件事本身意义不大，奥德利夫人，但足以证明1857年7月住在埃塞克斯郡的任何人都可能知道乔治·托尔伯伊斯要从澳大利亚回来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不太明白，米莱迪说。埃塞克斯郡的报纸和托尔伯伊斯夫人的死有什么关系？我们稍后再谈这个，奥德利夫人。我说过，我认为《泰晤士报》上的讣告是假的，而且是海伦·托尔伯伊斯和莫尔登中尉合谋欺骗我可怜朋友的一部分。一个阴谋。是的，一个狡猾女人策划的阴谋。一个女人曾盘算过她丈夫去世的可能性，并冒着犯罪的风险，为自己争取了一个优越的地位。一个大胆的女人，她决心把她的喜剧从头演到尾，不怕被人发现。一个恶毒的女人，她不在乎她会给那个被她背叛的诚实男人
带来什么不幸。然而，他也很天真，因为他认为生活是一场赌博，最好的玩家很可能会拿到银牌。但他忘记了天意高于投机者，邪恶的秘密不会永远隐藏。即使这个女人从未犯下比在《泰晤士报》上发表那份虚假讣告更可怕的罪行，我仍然会指责她是她那个性别中最卑鄙、最可憎的人，最冷酷无情的人。那个残酷的谎言是一个懦弱的暗箭伤人的打击，一个卑鄙刺客忘恩负义的暗算。但是您怎么知道讣告是假的？米莱迪问道。您告诉我们，您和托尔博伊斯先生去了文特诺，去参观他妻子的坟墓。如果去世的不是托尔博伊斯夫人，那又是谁呢？啊，奥德利夫人，罗伯特回答。这个问题只有2-3个人能回答，其中一些人很快就会回答。我向您保证，米莱迪，我决心解开乔治·托尔博伊斯死亡的谜团。您难道认为一个女人的躲闪或欺骗能阻止我吗？不，一环扣一环，我已经几乎完整的重建了证据链，我只需要更多的环节，证据就将无可辩驳。您认为我会因为困惑而放弃吗？您认为我找不到缺失的环节吗？不，奥德利夫人，我不会放弃。我会找到那些环节，因为我知道在哪里找。在南安普敦住着一个金发女人，一个名叫普洛森的女人。她部分的知道我朋友妻子的父亲的秘密。我认为她可以帮我找出埋葬在文特诺墓地里的人的过去。我会尽我所能去发现真相，除非什么？米莱迪不耐烦地问道。除非那个我想从堕落和惩罚中拯救出来的女人接受我的仁慈，并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听从我的警告。米莱迪耸了耸肩，他的蓝眼睛里闪烁着挑战的光芒。如果他相信这些荒谬的想法，她就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女人。他说：“奥德利先生，您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应该服用樟脑、薰衣草和安眠。难道有什么比您的想法更荒谬的吗？您的朋友乔治·托尔博伊斯神秘地失踪了，也就是说，这位先生决定离开英国，却没有通知您。这有什么关系呢？您承认，在他妻子去世后，乔治·托尔博伊斯完全变了，他变得古怪和厌世，他似乎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命运。那么，您觉得他厌倦了文明世界的单调，决定逃到那些遥远的金矿，从而把他的悲伤埋在遗忘之中，这不合理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但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您不满意这种简单的解释来解释您朋友的失踪，因此，您编造了一个关于阴谋的荒谬理论。这个阴谋只存在于您狂热的想象中。海伦·托尔博伊斯死了，《泰晤士报》已经报道了，他自己的父亲也向您证实了。文特诺墓地里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您有什么权利？米莱迪大声说。当他开始感到紧张的时候，声音变得尖锐起来。您有什么权利，奥德利先生，来找我，用乔治·托尔博伊斯的命运来折磨我？您有什么权利说他的妻子还活着？我有很多证据，罗伯特回答。这些证据有时会指向谋杀，而最初看起来最不可能被怀疑的人。您指的是什么证据？时间和地点的证据，信件笔记的证据。海伦·托尔博伊斯离开他在怀尔丁西的父亲家时，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解释说，他厌倦了现在的生活，想寻找一个新的家，和一个新的家，和一个更好的未来。那封信在我手里。真的吗？您想让我告诉您海伦·托尔博伊斯的笔记和谁的笔记如此相像，以至于即使是最有经验的专家也无法区分吗？
如今，两个不同女人的笔记相似的情况并不少见。米莱迪漫不经心地回答：“如果您愿意，我可以给您看几个和我通信的女人的笔记。我敢说，您分辨不出明显的区别。如果它是一种很少见的字体，但有一系列使其很容易与其他任何笔记区分开来的特点呢？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巧合。”米莱迪回答，“但这只是一个巧合。您不能因为他的笔记和一个活着的人的笔记相似，就证明海伦·托尔伯伊斯没有去世。但是，如果一系列巧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我就可以。”罗伯特说，根据他留下的书面证词，海伦·托尔伯伊斯离开他父亲的家，是因为他厌倦了现在的生活，想开始新的生活。您从中推断出什么？米莱迪耸了耸肩。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回答。既然您已经把我留在这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快半个小时了，我求您让我走，让我去准备今晚的晚饭。不，奥德利夫人，罗伯特回答，他的语气严肃的不像他自己，像一个冷酷无情的正义化身，一个罪有应得的惩罚的残酷工具。不，奥德利夫人，他重复说，您那些女性化的躲闪对您没有帮助，您那挑战的态度也对您没有用处。我已经和您谈过几次了，也警告过您好几次。大约2个月前，我间接地警告过您所面临的危险。您是什么意思？米莱迪突然问道。奥德利夫人，您没有听从我的警告。罗伯特继续说，现在我必须和您坦白。您觉得您可以凭借命运赋予您的天赋逃脱应得的惩罚吗？不，米莱迪，您的青春和美丽，您的优雅和精致，只会让您一生的秘密更加可怕。我向您保证，只差一个证据就可以证明您的罪行，我会找到他的。海伦·托尔伯伊斯再也没有回到他父亲的家。当他离开他的时候，他下定决心要忘记以前的生活。当人们想开始新的生活，摆脱以前的束缚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做什么？他们会改名字。奥德利夫人，海伦·托尔伯伊斯抛弃了他的小儿子，他离开了怀尔德恩西，目的是改变身份。1856年7月16日，他作为海伦·托尔伯伊斯消失了。同月17日，她变成了露西·格雷厄姆，一个没有朋友的女孩。她开始了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但作为交换，她可以住在一个不会问她问题的人家里。奥德利先生，您疯了，米莱迪说，您疯了。我的丈夫会保护我免受您的侮辱。海伦·托尔伯伊斯离开他的房子1天，我第2天开始在学校工作，这又能证明什么呢？单独来看，没什么。罗伯特·奥德利回答。但是如果加上其他证据。什么证据？您留在文森特夫人那里的箱子上的2个标签，一个贴在另一个上面。在上面的标签上写着格雷厄姆小姐的名字，在下面的标签上写着乔治·托尔伯伊斯夫人的名字。米莱迪没有说话。由于天太黑，罗伯特·奥德利看不清他的脸，但他注意到他紧紧地把双手按在胸前，所以他知道他猜对了。上帝帮助他，可怜的人，他想。他知道自己完了。我想知道法官在戴上黑帽宣判一些没有伤害过他们的可怜人死刑的时候，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样？他们是不是也感到一种英雄般的愤怒？或者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和这个无助的女人说话的时候，感到这种可怕的痛苦？罗伯特和米莱迪沉默地走了几分钟。他们走过阴暗的大道，靠近尽头的灌木丛。
那些灌木丛中有一口古井，井口被茂盛的野蔷薇丛遮掩着，看不出它明显的破败。一条蜿蜒曲折、荒废不堪、杂草丛生的小路通向井边。罗伯特离开了菩提树小道，走上了这条小路。在灌木丛里比在小道上更亮一些。奥德利先生想看看米莱迪的脸。罗伯特什么也没说，直到他们到了井边那片长满青草的空地。几块大砖头掉了下来，还有一些零散的石头被杂草和野草覆盖着。支撑木质滚轴的沉重柱子还在，但是铁轴已经被拆掉了。离井几码远的地方，生锈沾满污渍，被人遗忘了。罗伯特·奥德利靠在一根长满苔藓的柱子上，在寒冷的冬日黄昏里注视着米莱迪苍白的脸。月亮已经升上了灰色的天空，它微弱的光芒和一种微弱的鬼魅般的光芒与黄昏朦胧的阴影混合在一起。米莱迪的脸和罗伯特·奥德利在梦中看到的脸一样，那张从绿色海浪的浪花中看着他，引诱他叔叔走向毁灭的脸。奥德利夫人，这2个标签都在我手里。罗伯特继续说，我把它们从您留在新月别墅的箱子上撕了下来。我这样做的时候，文森特夫人和汤克斯小姐都在场。您能证明这个证据是假的吗？如果您告诉我，我是露西·格雷厄姆，我和海伦·托尔博伊斯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提供证人来证明您的过去。在您去新月别墅之前，您住在哪里？您一定有朋友、亲戚或熟人愿意为您作证。即使您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您也应该认识一些可以谈论您过去的人。是的，米莱迪喊道，我向您保证，如果我站在被告席上，我会提供证人来反驳您荒谬的指控。但是我没有站在被告席上，奥德利先生，而且您的推理在我看来很荒谬。我再说一遍，您疯了。如果您想证明海伦·托尔博伊斯还活着，而我就是海伦·托尔博伊斯，那就去做吧。如果您决定在我住过的地方或托尔博伊斯夫人住过的地方游荡，那就去做吧。但是我必须警告您，有时候这种胡言乱语会让像您这样表面上理智的人被终身关进私人精神病院。当米莱迪说话的时候，罗伯特·奥德利在杂草和野草中后退了几步。他会犯下任何罪行来保护自己免受已经犯下的罪行的后果。罗伯特想，他会说服我的叔叔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我不想说罗伯特是个懦夫，但是当他想起女人所做过的那些可怕的事情时，从夏娃被创造出来在伊甸园里做亚当的伴侣那天起，他感到一阵恐惧和害怕。如果这个女人那恶魔般的伪装能力比真相更强大，打败了他呢？如果奥德利夫人在乔治·托尔博伊斯出现，危及他所获得的地位时，没有考虑到他会对罗伯特，他曾更坚决地威胁过他，有任何考虑吗？女人的仁慈、慈爱或友善与她们的美丽和优雅成正比吗？难道没有一个名叫马泽尔德拉图德的先生，因为不幸得罪了受人爱戴的蓬帕杜尔夫人，用终身监禁来弥补他的轻率，2次逃离监狱，2次被抓，并且在相信他美丽敌人迟来的慷慨时，被另一个无情的敌人背叛了吗？罗伯特·奥德利看着他身边女人苍白的脸，很美丽，被梦幻般的蓝眼睛照亮着，那双眼睛无疑很神秘，甚至是恶意的。在回忆了几段充满女性背叛的故事后，他想到他和叔叔的妻子之间的战斗会是多么不公平，不禁打了个寒噤。我已经把我的牌给他看了，他想，但是他没有，不可能撕下他戴着的面具。我的叔叔会认为我疯了，
他永远不会相信他有罪。克拉拉·托尔博伊斯苍白的脸，米莱迪美丽但是脆弱的脸，与他的性格截然不同，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我真是个懦夫，只想着我自己或我所面临的危险。罗伯特想，我越看到他，我就越害怕他可能对别人施加的影响，我就越希望他离开这所房子。罗伯特在黑暗中看了看四周，这个僻静的花园像一个孤寂的墓地，与世隔绝。乔治·托尔博伊斯失踪的那天，就是在这个花园里见到他的。他想，我想知道他们会在哪里见面。乔治会看着他那张冷酷的脸，考验他的不诚实。米莱迪把一只手放在罗伯特旁边的柱子上，用他那只漂亮的脚在杂草丛中玩耍，但是偷偷地看着他的敌人。那么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米莱迪。罗伯特·奥德利严肃地说，您拒绝听从我的警告，拒绝逃到国外，拒绝在远离那个被您用恶魔般的魅力欺骗的慷慨绅士的地方忏悔您的罪恶。相反，您决定留在这里挑战我。当然，米莱迪回答，抬起头，直视着这位年轻的律师。我丈夫的侄子疯了，拿我当他偏执狂的牺牲品，这不是我的错。那么就这样吧，米莱迪。罗伯特说，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的朋友乔治·托尔博伊斯还活着，是他通过我们进来的那扇小铁门进入这个花园的时候。他问起您，然后进入了花园，但是没有人看到他出来。我认为他不可能出来。我更认为他死在这里面，他的尸体要么在水里，要么藏在某个不常去的地方。我会让人搜查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把花园里的树都连根拔起。我不会让我被谋杀的朋友的坟墓找不到。奥德利夫人发出了一声长长的、低沉的呻吟，绝望地举起双手，但是没有回答罗伯特可怕的指控。他慢慢地放下双手，继续用他那双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的蓝眼睛直视着罗伯特·奥德利。他苍白的脸在黑暗中发光。你不会活着做这件事的，他说。我会先杀了你。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你为什么不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让你成为我的迫害者，监视我的每一个举动？你希望我疯了吗？你知道和一个疯子战斗有多危险吗？不，米莱迪笑着说，你不知道，否则你不会。他突然停了下来，努力站直。罗伯特以前看到过那个年老、喝醉了的中尉也这样做，而且带着同样的尊严，那种最深沉的不幸所特有的崇高。走吧，奥德利先生，奥德利夫人命令道。我再说一遍，你疯了。我走了，米莱迪，罗伯特平静地回答。我对你的同情让我本可以原谅你犯下的罪行，但是你拒绝接受我的帮助。我希望帮助活着的人。从现在开始，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完成我对死者的责任。罗伯特离开了孤寂的井，走在菩提树的阴影下。米莱迪慢慢地跟着他走过那条又长又黑的大道，走过那座古老的桥，直到到了铁门。当罗伯特穿过铁门的时候，艾莉西亚从一扇通往房子一角橡木镶板早餐室的小玻璃门走了出来，去迎接他的表弟。他正站在铁门的门槛上。我一直在到处找你，罗伯特，艾莉西亚说，爸爸已经下到图书馆了。我相信他会很高兴见到你。这位年轻的律师听到他表妹年轻清新的声音，吓了一跳。天哪，他想，这两个女人是用同样的土做的吗？这个诚实坦率的女孩
他无法掩饰自己天真个性的冲动。难道和站在我旁边的那个邪恶的生物有血缘关系吗？罗伯特看着他的表妹，然后看着奥德利夫人，他站在门附近，等着他让开路，让他过去。我亲爱的艾莉西亚，我不知道你表弟怎么了，米莱迪说，我不明白他古怪的行为。当然，艾莉西亚小姐喊道。然而，我想，由于你们单独在一起这么久，你一定努力去了解他了。哦，是的，走，弟弟。罗伯特低声说。米莱迪和我很了解彼此，但是太晚了，我必须向你们道晚安了，女士们。我有些事情要在斯坦宁山处理，所以今晚我会睡在那里。明天我会回来看我的叔叔。什么？艾莉西亚喊道。你打算不去看爸爸就走吗？是的，亲爱的，年轻人回答。我为一些事情感到非常担心，我宁愿不见我的叔叔。晚安，艾莉西亚。明天我会来，或者写信。罗伯特轻轻地握了握他表妹的手，向奥德利夫人鞠了一躬，然后走了，穿过拱门，走上了通往奥德利庄园之外的宁静大道。米莱迪和艾莉西亚看着他走了，直到他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我表弟罗伯特到底怎么了？艾莉西亚小姐不耐烦地喊道。他这些阴谋诡计想干什么？毫无疑问，他为一些事情感到非常担心。我想某个卑鄙的律师给他布置了一件困难的工作。他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就开始陷入这种可悲的愚蠢状态。艾莉西亚，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你表弟的性格？米莱迪在停顿片刻后问道。我有没有观察过他的性格？没有，奥德利夫人。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艾莉西亚问道。不用观察太久就知道，他是一个懒惰、自私的享乐主义者，只关心自己。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古怪？很古怪，艾莉西亚重复说，同时撅起嘴，耸了耸肩。我想别人会这么说他。我想鲍勃很古怪。我没听你说过他的父母。米莱迪若有所思地说。你还记得他们吗？我不认识他的母亲。她叫达尔林普尔小姐，是个漂亮的姑娘，和我的叔叔私奔了，结果失去了一大笔钱。当可怜的鲍勃只有5岁的时候，他就死在了尼斯。你有没有听说过关于他的特别的事情？您说的特别是什么意思？艾莉西亚问道。你有没有听人说他古怪或奇怪？哦，没有。艾莉西亚笑着回答。我认为我的姑姑很聪明，虽然她为了爱情而结婚了。您不要忘记，她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对她特别感兴趣。我想你会记得你的叔叔。我的叔叔罗伯特。艾莉西亚说，哦，是的，我记得他很清楚。他古怪吗？我的意思是，他是不是像你的表弟一样，行为古怪？是的，我认为罗伯特继承了他父亲荒唐的行为。我的叔叔和我表弟一样，对其他人漠不关心，但他是一个好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好主人，没有人怀疑他的观点。但是他古怪吗？是的，我想别人认为他有点古怪。啊，米莱迪叹了口气，我肯定。你知道疯狂从父亲传给儿子的可能性，比从父亲传给女儿的可能性更高。从母亲传给女儿的可能性比从母亲传给儿子的可能性更高吗？你的表弟罗伯特·奥德利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年轻人，我认为他心地善良，但是他疯了，应该看着他。疯了？
艾莉西亚小姐愤怒地喊道：“米莱迪，你一定是在做梦，或者你想吓唬我。”这位年轻女子补充道，明显感到不安。“我只是想警告你，艾莉西亚。”米莱迪回答。“奥德利先生可能只是像你刚才说的，有点古怪，但是今天下午他和我说话的方式让我感到害怕。我认为他快要疯了。今晚我会和迈克尔爵士认真谈谈这件事。”和爸爸，艾莉西亚喊道，“你不会向他暗示这种可能性吧？”“我只是警告他，我亲爱的艾莉西亚。”“但是他不会相信的。”艾莉西亚小姐回答，“他会觉得这个想法很荒谬。”“不，艾莉西亚，他会相信我说的任何话。”米莱迪笑着回答。